UC0085年，联邦联合阿纳海姆终于量产了这台集成了扎古与吉姆优点的次世代量产机高扎古，并通过其优秀的泛用性和操控性，迅速抢占了提坦斯与联邦军的机库。高扎古不仅是1年战争后首台联邦军新设计开发的泛用型量产机，也是首台搭载了青春版全周天屏幕和线性座椅的首台量产机。那这也是 Anime 的 Z 高达系列首台杂兵机，让我们一起来开箱看看它的表现吧。那作为联邦产的扎古呢，虽然外观依旧是浓浓的吉翁的风格，但内里却有1半以上是联邦的技术，比如搭载了2套的驱动系统，胸部等主动力单元以及背包用的是联邦制式的 Field Motor， 而四肢则用的是吉翁的流体脉冲驱动。这俩竟然是可以混着用的，简直就是整备式的地狱啊！另外，由于成本的考虑，外甲没有用高达尼姆合金，而是采用了普通的钛合金。而这身绿色的涂装则是提坦斯的专用，联邦军则用的是这种蓝色的涂装。又有新的 PB 限定可以出了。最后有趣的是，联邦为了防一手阿纳海姆，最后的动力炉竟然是没有用阿纳海姆配套的，而是用了塔基姆公司的。然而这个炉子啊，先天缺陷就是动力不足，所以通常只能负担得起1门光束武器，这就很搞笑了。这就直接导致了高扎古分为了2种武装的流派，要么就是带一把光束剑，同时带回组上光荣的豆豆枪，要么就是光枪加男人专用的热能斧。不知道是大家的话会怎么选？那是我的话肯定选光枪加斧子，远距离加高穿透才是王道，何况这枪还有1pack 的弹夹。那不管是哪一套武装，后裙甲上都有相应的挂载的方式，尤其是枪械的搭载，需要先装上这个灰色的搭载连接件。当然了，具体的搭载方式完全取决于你要怎么玩，反正都是 C 型扣和插装，只不过这些挂载都会有一定的相互的干涉，搭载的时候自己看清万准，然后自己去搭配就好了。至于能不能双持，远程特化和近战特化是吧？那只要够帅，有何不可呢？那说到底这些都只是设定，那只能用1门光束武器，也不代表我不能全部都带上然后出击啊。那其他的配件方面呢，还有一块盾牌，一对3连装的导弹发射器，一个喷口的特效，以及一对1pack 的弹夹。另外这对弹夹是可以收纳进盾牌里面的，只不过这个塞进去的方向其实是有讲究的，只能这样塞，你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最后这个导弹的发射器也是通过后裙甲的 C 扣挂架挂载上的，虽然这样的话就会占用原来的武器挂载位点，但其实可以看到它本身也带了这些搭载武器用的 C 扣，这里还是能把热能斧和光束剑给搭载上的，只不过不能装枪了。最后剩下的就是这一堆手型了，各类的握持手就给了3对，不过有意思的是还给了一对半开掌的手，其实是可以拿来摆换弹的 pose 的。OK， 那么再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次高扎古的造型。虽然我一直认为提坦斯的这个配色是真的丑，但其实我之前真没怎么仔细的在意过高扎古，这也是第一次买它的模型。Anime 的 Z 系列其实做的都还挺不错的。最后再来看到可动，首先抬头和扎古2一样，幅度非常的优秀，低头不仅做了单段的向下，甚至还有一段向前伸脖子的可动幅度。不过左右的摆头就只有10度了，是几乎没有的。头部的标准360度平转自然也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和其他扎古系列一样，都是打开天灵盖来转动眼部的监视器，这里其实是有点说法的，因为造型虽然是独眼，但里面的部件是联邦的，探测器范围远大于之前的独眼机。动画里这里也有超级细致的内部结构描写，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一次的腰部没有采用利克迪亚斯的断腰式拉伸设计，常规的关节导致整体只能前倾30度不到，其他的方向腰部则完全没有一丝活动的空间，这是我非常不满意的。我知道有人会喷断腰拉伸，但你不拉不就好了吗？总比现在残疾可动强吧。那还好360度的平转是没有做限位阉割的。接着来看到可动最有意思的手臂，首先左臂的壮丁是有抬起的，右臂的盾牌则是有一段球形关节连接，而前胸这里是可以做小幅度很小的内收的。保留这个结构完全是意外之喜，因为接下来你会看见那个很逆天的结构的回归，这个超级无敌的拉伸关节，不知道各位对这个关节作何感想呢？可以把想法打在弹幕上。反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结构简直绝了，看看这90度的前伸范围，这就让很多手的 pose 都成了可能，比如说双手的握斧，同时也能做90度的后转，这样的关节给玩家留足了自由度。那360度的平转更是完全无压力了，这根本就不叫事儿，反而是手臂的平台非常有意思，在拉出的情况下能做到接近135度以上，而把关节收回去后，由于这个优秀的设计也能超过90度。
不过平转这里我就很不满意了，虽然大臂的上下段都给了平转结构，但可以看到被黄色的动力管给限制住了。当然了，设定上这里确实就长这样，但我更希望的是这里能修改一下，把管子的设计给分开，最起码不要像这样对可动造成严重的干涉。为了曲轴，我还得费力的把大小臂给转正。那这里转成一条直线后的曲肘关节能轻松的达到接近180度，动力管没有干涉到曲肘，而手腕前端这里也设计了一小段摆动的幅度。腿部方面，首先前裙甲和侧裙甲都能做一定的上抬，但是后裙甲就是完全不可动的了。接着前踢当然是标准的能达到90度，而后踢需要把腿部的拉伸关节先往前转，然后后踢45度。不过侧踢这里就让我两眼一黑了，怎么又用回了 N 年前的60度侧踢啊？另外大腿根是没有办法做360度平转的，到90度就会被卡住。屈膝方面也是不尽人意，膝盖内部虽然能看到两段的拉伸结构，但最终只能达到略微超过90度的屈膝，腿部的总体还是让人失望的。那还好脚部还是用回了新的拉伸式球关，起码保证了这个大脚掌的相对 OK 的可动性。那腿甲侧面是设定里的推进器喷口，红色的盖板也是能做一段抬起的，也能搭载喷口的特效键。脚底这里也有细节的刻画，但好像高扎骨脚底没有喷口。那在拉伸的结构下，向内的接地性能达到30度，接近45度，而向外就只有15度了，但这里几乎用不到，所以不重要。二段脚掌也是有的，但是不能向上抬起，而只能向下折90度，用来表现飞行推进的姿态。最后背包上的翼子板也是具备前后左右的可动的，整个背包也是能向上抬起一段距离的。喷口侧面的挡板也是能轻微展开一段，而这个3连装的发射器也有一定的可动。OK， 那么以上就是这台 R 魂 Anime 线高达 Z 系列的最新品高扎骨的所有评测内容了。总结一下的话，我认为总体只能给到7分，最大的扣分项还是腿部关节的可动设计，真是让我梦回10年前啊！我一直以为高达 Z 系列会一直走大胆激进的关节设计路线，结果没想到在你这里拉了坨大的，上半身激进，下半身保守是吧？那其他方面没有太多可以吐槽的点了。总体做的还是很 OK 的，不过作为杂兵机，当前350的现货价还是有点偏高了，毕竟人气摆在这儿。喜欢的兄弟呢，大可以等等降价再入手。